袁振霞与卫斯理是上映于1986年的香港老片，尽管特效画面有些粗糙，但仍旧是不少80、90后的童年阴影。光是小鬼将便能让人吓得睡不着觉。该片的编剧是有香港4大才子美称的倪匡，《天龙八部》里面阿紫的眼睛就是被他写瞎的。因其自作主张，给剧情添加了不少暴力血腥的内容，一度和金庸闹了不愉快。由此见得，倪匡所创作的小说故事一向是情节诡异、构思奇巧且气氛逼人。今天，倪匡邀来了好友袁振霞与卫斯理，向一群美丽的港姐讲述了一个惊奇的冒险故事。菜鸟记者彩虹为了获得独家报道，竟然打昏了女警察，替她 cosplay 成小护士，闯进了黑帮火拼现场。笨手笨脚的她很快被黑帮识破，险些害得医生袁振霞丢了性命。幸好医生只是袁振霞的爱好，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冒险家。身手了得的他和飞虎队里应外合，这次任务才圆满完成。一向好女色的袁振霞并不打算向警方举报可爱的彩虹，彩虹立马献上香吻一枚，两人就此结识。这天，袁振霞与金发碧眼的红颜知己在家中幽会，正准备大战300回合，一名壮汉突然闯入。袁振霞立即与壮汉扭打在一起，对方的招式很辣，很快便将他制服在地。但壮汉并没有杀袁振霞，他自称黑龙。他表示袁振霞已身中血降，1年之期将满，随时都会发作，一定要去泰国自救，还拿出一件信物，问他还记不记得一个名叫八珠的女孩。袁振霞装作不知，黑龙也不再纠缠，留下一张在泰国的地址便要离开。临走前还提醒他千万不要接近女色，否则血降将立即发作。但是美女近在眼前，袁振霞抵挡不了诱惑。3分钟后，她的左膝传来一阵刺痛，腿上的静脉充血鼓起，血液瞬间汇聚到膝盖处，然后猛地爆开。看来黑龙说的并非虚言。第二天晚上，袁振霞来到卫斯理面前寻求他的帮助。见多识广的卫斯理一眼便看出他中了巫术中最厉害的血咒，问他是从哪儿招惹上这种东西。事情要从1年前开始说起。那时，袁振霞和一队医疗探险队来到泰国北部，为采集珍稀草药，一行人驻扎在深山之中。袁振霞觉得无聊，想去附近溜达一下。教授劝他老实待着，因为不远处有个精通巫蛊术的邪恶部落。可袁振霞觉得巫术蛊毒皆为无稽之谈，兴高采烈地带着望远镜出发了。清冽的河水畔飘着一阵奇香，一名少女正在河中戏水，她的美狂野而纯粹，不由得让袁振霞差点流鼻血，连望远镜摔破了都懵然不知。他想知道关于少女的一切，但村里的集合哨响起后，少女便慌慌张张地离开了。半夜，一阵细密的鼓声传进营地，教授知道这声音代表残忍的祭神仪式，叮嘱大家千万别去凑热闹。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前脚才拍着胸脯保证不会去，后脚便悄悄溜进村子里偷看。有个人无意中发现身下的干尸，差点吓出声来，而袁振霞认出了人群中的少女，紧紧地盯着她。原来少女名叫八珠，因生得美艳而遭到大巫师的垂涎，她特意支开八珠的男友黑龙，准备将八珠献祭给老祖宗，但她宁死不从。村民胖虎挺身而出，说八珠毕竟是前任族长的女儿，请求大巫师手下留情。大巫师掀开了身上的斗篷，放出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小鬼，不过几秒，胖虎便气绝了，而沾满血肉的小鬼则发出诡异的婴儿哭声。眼看着八珠被带进了祭坛，袁振霞绝不能置之不理，他叫同伴们离开，自己则掏出手枪跟了过去。这是一个潮湿的溶洞，袁振霞躲在暗处，看见大巫师将血泼在了石棺上，一阵咒语声落幕，石棺内冒出烟气，大巫师连忙带人逃离，只留下八珠和一名男子。突然，一具干枯的尸体从石棺内爬出，将男子吓得尿洒当场，晕死过去。
袁振霞跳了出来，那干尸便不再动弹。他慢慢靠了过去，准备一探究竟。那东西猛地扼住他的喉咙，轻轻松松地将他举在空中。他连忙放枪，但干尸却分毫未伤。袁振霞挣脱了束缚，连忙为八珠松绑。八珠只叫他快逃。这具干尸是老祖宗所修成的邪神，不死不灭，还喜食活人。正说着，老祖宗一把推开了袁振霞，他正准备咬断八珠的脖子，却被一把军刀磕了牙，刀插进了石板中。老祖宗被激怒了，死死咬住了袁振霞。所幸他衣服穿得够厚，不然就得损失2两肉。他分明是一具干尸，却力大无穷。袁振霞只能苦苦抵抗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老祖宗转身去对付男子，袁振霞本想救他，却力不从心，只好趁机去解八珠身上的藤蔓。而老祖宗吸食了男子的血肉之后，那干瘪的皮肉逐渐膨胀起来，骨骼也扭曲变形，乍一看还有点异形的味道。趁他还没完全变身，袁振霞连忙拉着八珠离开了祭坛。大巫师感应到了老祖宗的怒气，连忙召集全村人追杀不速之客。遍地的火把瞬间围住了营地，队员们非死即伤。在一阵猛烈的火攻之中，八珠失踪了。袁振霞与教授本想驾车逃命，可激愤的村民们直接用身体拖住了车子，最后撞到大树，侧翻在地。两人被抓回到大巫师面前，为了平息老祖宗的怒气，大巫师要两人生不如死。他先是拿出虫蛊毒浇在教授身上，令他浑身的皮肉痛痒难耐，数不尽的蛆虫在他体内钻来钻去。他不停地抓痒，直到抓破了自己的肚皮，血和虫流了一地。见了这种场面，袁振霞不由得干呕起来，而大巫师则在战死的村民体内抠出一个肉球，塞进袁振霞口中，用来控制村民的血浆，以转移到袁振霞身上。他拂袖离去，任由袁振霞慢慢发作。九死一生之际，袁振霞利用教授的放大镜烧断了藤条，身上的血洞一个接着一个爆开。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河边时，已再无力气逃亡。八珠来到他身边，因自责而啜泣着。他知道一旦太阳升起，袁振霞就会心脏爆裂而死。于是他解开了上衣，将胸前一块肉割下，送进了袁振霞口中。他说这是自己的护身酱，能保住袁振霞的性命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袁振霞便昏了过去。日光透过云霞，唤醒了沉睡的袁振霞。河边已没了八珠的身影，他身上的伤口也奇迹般的愈合了。故事说完后，袁振霞右边膝盖的血洞爆开了。第一个血洞是24小时之前爆开的，如果每天爆一个，5天左右就会爆到心脏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卫斯理建议袁振霞立马动身，找到八珠才能有一线生机。这时彩虹突然冲出来，吵嚷着要一块儿去。原来她是卫斯理的表妹，已经躲在一边听了很久。卫斯理厉声制止，说此行凶险，彩虹跟着去只会添乱。卫斯理也想和袁振霞一起去，但无奈有要事缠身，要过几天才能去帮忙。飞机一落地，袁振霞便被彩虹安排的人骗进了宾馆。她是地产大王的独生女，财力丰厚，早已帮袁振霞备好了一大堆重型武器。她已在总编辑面前夸下海口，要拿下古族探险的第一手资料。袁振霞可不敢带上这个迷糊蛋，将他五花大绑之后，便立马动身寻找黑龙。黑龙留下的地址是一座废弃的寺庙，位置十分偏远。他说大巫师颇有势力，已勾结了曼谷的黑社会，下了追杀令，才不得不躲在这里。正说着话，一群杀手便提着刀闯了进来。他们两个虽然都是武林高手，但是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而且这时候袁振霞身上的第3个血洞爆开了。不过幸好彩虹及时赶到，热武器一顿输出，团灭了黑帮打手。为了偿还救命之恩，两人将他也带回了村子。这是一个淳朴善良的村落，经常受到古族部落的骚扰。就在不久前，大巫师派人捉走了村里所有的小孩，准备用小孩的血肉修炼小鬼将。那小鬼嗜血如命，且撕咬力极强，还对主人十分忠心。只是他只能存活3年，所以大巫师每过3年便要来村子里祸害小孩。袁振霞听后气愤不已，认为眼下救孩子是最要紧的事。3人和村里组建的敢死队一起出发，刚进森林，敢死队便被大巫师设下的陷阱团灭了。袁振霞见前路危险，叫彩虹立马回村，但他非但不听，还窜来窜去的到处拍照。袁振霞叫他听话，威胁说要脱了他的裤子打屁股。
他嘴上说着无所谓，身体却很诚实的节节后退，一不小心掉进了陷阱里。袁振霞一转眼便不见彩虹，还以为他闹脾气自己回村了。两人继续赶路，八珠就住在不远处，用纱巾扮演着脸，不想让袁振霞看见他丑陋的面容。原来在1年前，他将护身酱给了袁振霞后，便被大巫师下了鬼面酱，变得面目全非。查阅古籍后，他发现舍利子能解一切降头，但舍利子被一群武功高强的僧人看管着，至今没人能拿到。不过他相信袁振霞是上天派来的救星，一定能创造奇迹。敢死队已全军覆没，以2人之力很难对付整个古族，于是他们回到村子里做准备。袁振霞连夜叫了个外卖，弄来了一大堆武器，正要出发时，才发现彩虹失踪了。黑龙说只有一种可能，他被大巫师抓走了。两人驾着越野车直冲进古族村落，有机关枪和手榴弹开路，一路上通行无阻。来到神台后，为时已晚，孩子们已被捣碎了骨头，变成一大滩血浆。所幸彩虹毫发无伤，只是昏了过去。他们连忙将其救走，还不知道这是大巫师的阴谋。彩虹是他故意放走的，因为他已在彩虹身上下了黑心酱，将他变成了一个杀人机器，力大无穷，且见人就杀。卫斯理及时赶到，用随身携带的镇定剂将他暂时控制。只是降头不解，他醒来后会依旧癫狂，直至力竭而死。就在这时，八珠出现了。他说黑心酱的解法是以黑制黑，要用黑色动物的血煮热了浸泡彩虹。他亲自守了一夜，直到天大亮了，血变成白色时，彩虹也苏醒过来。见八珠蒙着面，他好奇地掀开一看，看见一张腐烂扭曲的脸，吓得大喊有鬼。白素劝他别不知好歹，要不是八珠正好会解黑心酱，他早已癫狂而死了。卫斯理则交代手下杀一只怀孕的母牛，并取出其胎盘备用。他曾教过一个通晓巫术的朋友，对方教了他破解小鬼酱的方法。当天晚上，大巫师便驱使小鬼进村杀人，但卫斯理早有埋伏，用染着胎盘血的红布将小鬼活捉了。而袁振霞和黑龙已来到后山的大佛前，舍利子就藏在大佛的2只眼睛里。堪比摩天大楼的大佛难以攀爬，而且还机关重重。最要命的是，有群突如其来的武僧，他们视死如归，不惜舍掉性命也要守护大佛，即使伤痕累累也绝不罢休。黑龙不想伤了僧人们的性命，求他们不要阻拦。我们拿舍利子是用来降魔救人，请各位大师成全我们。大佛流出血泪，将日光染成了红色。僧人们成全了2人，全部都消失不见了。2人挖出了2只佛眼，袁振霞的心脏隐隐作痛。在第7个血洞爆开之前，他生吞下拳头大小的舍利子，彻底解除了血浆。黑龙催促他尽快返程，因为舍利子再过2小时就过期了，到时候八珠就没救了。等他们回村时，发现这里早已经一片狼藉，大巫师在这里滥杀无辜，八珠和彩虹也被大巫师抓走了。卫斯理让2人先去救人，自己则先帮村民对付古族。大巫师将八珠和彩虹带进祭坛，他已洒好鲜血，念完咒语，只带袁振霞一行人前来自投罗网。但他没想到，在黑龙将他一脚踢到石棺上之后，他的亲祖宗竟然六亲不认，将他活吃了。也许是儿孙的血肉格外香甜，老祖宗变身的速度比上次更快了。他化作一只飞天巨兽，将几人抛来抛去，就像是野猫玩弄着垂死的老鼠。袁振霞一刀刺进他的肚子里，却根本没用，反而让他更加兴奋。白素带着机关枪和军队前来支援，在身中数弹之后，他彻底被激怒了，用钢刺一般的利爪划开军人的皮肉，只一脚就能踩扁一颗头颅。在血肉的滋养下，他变得越来越强大。白素眼看打不过，开始放大招，将小鬼放了出来。他十分灵活，用打游击的方式迅速走位，每一次出击都能让老祖宗损失一块肉，但2者的体型实在差距太大，小鬼一被抓住便被撕咬成了碎片。眼看着手边再无武器，白素也吓得直瞪眼，这是所有的恐惧都来自火力不足。但没什么是一个 RPG 解决不了的，要是1颗解决不了，那就再来1颗。卫斯理用现代科学的武器将老祖宗炸得粉身碎骨。袁振霞赶紧拿出了另一颗舍利子，只可惜2个小时的保质期早已过了，八珠的鬼面酱已无法可解。但只要他自己不介意，他的爱人黑龙也不介意，那么是否毁容便不重要了。
大巫师和邪神老祖宗已经死了，村民们将不再惧怕古族，大家都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白素为八珠惋惜，毕竟她曾貌美如花。卫斯理说，美丽的肉体经不住时间的拷打，迟早会有衰败的一天，但美丽的灵魂却能永存不朽。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一个奇幻的英雄梦，成年后也许你会忘记梦中的剧情，但冒险的刺激会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。这部电影就像一个梦，无谓过分细究剧情，因为梦只是梦，梦中的故事很精彩，也很虚假。